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斌。在 NBA， 但凡混得好的球星都会拥有自己的专属战靴，各大商家也是牢牢抓住球星效应，为球迷打造了各种各样的限量版球鞋和球星同款战靴。对于球星而言，球鞋合同是一笔重要收入，和哪家运动品牌签约，收获怎么样的待遇，都是一种商业博弈。库里鞋子上的钩子消失了，詹姆斯引三巨头企业尽折腰，伦纳德不再沉默，绝不放手。今天阿斌就带大家盘点一下球鞋背后的故事。这是前些年耐克的一张海报，除了这名女球员，其余人物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几乎囊括了当年 NBA 最顶级的球星，但绝不是全部，因为还少了一个偶像派兼实力派的人物——斯蒂芬·库里。库里作为一名球二代，可以说是穿着耐克长大的。他的教父格雷格·布林克就在耐克工作，耐克可以说伴随了库里整个青春。2009年，蒙神被勇士选中，耐克也为他奉上了一份为期4年的球鞋合同。而在这期间，库里反复的脚踝伤情成为了漂浮在他头顶的阴霾。那时的他远不能说是一个王者，纵然在2012至13赛季，库里出战78场，并打破了常规赛3分命中数纪录，以及他脚上的 Zoom Hyperfuse 见证着蒙神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疯狂砍下职业生涯新高的54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之后的脱胎换骨，这其中就包括耐克管理层。2013年8月，钩子准备和库里续约，当时的他们手握巨大的优势，他们是库里的初始签约公司，而球星对球鞋品牌一般都有足够的忠诚，加上库里从小到大的情怀加成，这让耐克看来续约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原本的顺理成章却变成了无理傲慢，耐克对于库里的续约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耐克著名的经纪人林恩·梅里特当时并没有出席会议，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营销主管。在谈判过程中，钩子的宣讲人念错了库里的名字，将 Steven 念成了 Steven。 对此，库里的父亲戴尔在事后表示，以前念错了我不惊讶，但是我很惊讶他们到现在都没改正过来。而接下来播放的 PPT 中出现了杜兰特的名字和内容，这就显得有些不尊重人了。除此之外，库里想举办一次属于他的训练营，但是耐克并不愿意提供赞助。然而同样的请求，欧文和戴维斯都得到了支持，这让库里的去意就像他出手的3分那样变得果决。最终库里转投了安德玛阵营，成为品牌一哥。蒙神此次改换门庭，除了耐克的轻视，同时离不开队友贝兹摩尔每天对他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这也是安德玛寄予厚望的营销所在。没过多久，库里就用自己石破天惊的表现让耐克后悔不已。当然，耐克也不是回回都看走眼，作为全球最大的运动品牌，他们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和阿迪达斯、锐步的詹姆斯争夺战中，耐克就笑到了最后。先说锐步，在2003年的早些时候，他们给科比开出了一份每赛季高达1500万美元的高薪球鞋合同，但是最终小飞侠和锐步的谈判破裂，转投耐克。此时的锐步更加渴望能得到一名打开市场的球星，他们将目标对准了联盟的未来勒布朗·詹姆斯。锐步对小皇帝可谓诚意满满，在与勒布朗和他的母亲格罗利亚的会面中，直接提出了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突破性报价，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让这位天之骄子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的未来可能不包括阿迪达斯或耐克，而加盟这2个品牌是他多年来的梦想。那么詹姆斯主观上更青睐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说阿迪达斯，他们的高管 Sonny Vaccaro 曾向小皇帝暗示，也将提供1亿美元的合同，也就是10年每年1000万美元。但阿迪的老板没有支持 Vaccaro， 最终阿迪提供的合同金额远不足这个数，保障部分不到6000万美元。更要命的是，这个方案还是在锐步之后提出的，一比之下相形见绌。于是谨小慎微的阿迪达斯最早退出了这场竞标， Vaccaro 也亲自向勒布朗和他的母亲道歉，他本人也在2个月后辞职。乔丹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而这次阿迪又拱手让出，耐克表示我全都要。对耐克来说，在3家公司中最后一个出马是很重要的，他们希望这样做能更好地控制谈判。他们有一套特定的经营方式，不喜欢卷入球员争夺战，但是詹姆斯的光环还是将他们卷了进来。耐克将詹姆斯和他的母亲接到了公司总部，在向他们展示了科技与艺术的同时，也勾画着宏伟蓝图。他们特地雇了一位诗人来读詹姆斯的未来产品介绍，比如专门给他设计的鞋子会是什么样子，外观如何像狮子一样威武雄壮，以配得上皇帝的称号等等，细节之处面面俱到，仿佛在开一场新鞋发售会。那么詹姆斯将花落谁家呢？锐步开出的价码要比耐克一开始高出几千万美元，
这笔钱是为了让勒布朗不要再犹豫。但当勒布朗想象他的未来时，他梦想着拍耐克的广告，他想成为迈克尔·乔丹那样的人。用他的话说，他想成为耐克家族的一员。最终，郎有情，妾有意，耐克以9000万美元成功拿下小皇帝。这个数字对于锐步来说不过如此，但对耐克而言属于天价。不是他们拿不出，而是旗下球星太多，以往都是尽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这次对勒布朗实属无限偏爱了。当然，小皇帝也没有辜负厚望，从此钩子阵营又多了一个伟大的23号。前面的案例，耐克有大一时荆州，也有君临天下，那都是谈判桌上的事。而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对簿公堂。到了2020年，伦纳德与耐克之间关于大手掌商标案持续1年有余。在4月，美国南加州地方法院已经判决伦纳德败诉，耐克将继续持有该商标的所有权。不过，在双方撕破脸皮之后，旧东家毫不留情，耐克向美国俄勒冈地方法院提起反诉，指控伦纳德对耐克的专属版权构成侵犯，违反双方合同规定，并且在其早先的起诉书中存在诈骗说法。随后法院作出裁定，先是认可耐克拥有大手掌商标的所有权，但同时驳回耐克的反诉请求，包括侵犯版权、欺诈等指控。这意味着伦纳德不必对早前使用商标的行为承担赔偿。看到这里，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头说起。伦纳德从2011年进入 NBA 到2018年期间，都与耐克旗下的 Jordan 品牌签约，双方以伦纳德的大手掌为灵感，并以姓名首字母 KL 和球衣数字2为组成部分，设计出这个名为 Cloud 的大手掌标志，将其应用于伦纳德代言的系列产品中。后来，随着伦纳德转投新赞助商 New Balance， 小卡想把这个极具个人特征的商标带到新东家。实际上，这个 logo 对于耐克而言已经价值不大，但后者并不想成人之美。需要了解的是，伦纳德球鞋上的个人 logo 设计应该是源于他本人。在2011年的时候，小卡亲手在纸上画出一张草图，其中的元素 K、L 和数字2都源于自己的创意。这个 logo 首次出现是在2014年，当时耐克将其用于为伦纳德定制的 AJ6 上面。至于说起诉和反起诉，那就是双方的原因了。一方面，伦纳德在近几年的表现中证明了自己，他想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所以在签另外一家代言公司的时候想带走自己的设计。另一方面，对于耐克公司来说，花了大把力气宣传培养的联盟巨星，出名后非但要跳槽，还要带走一个商标 logo， 那肯定是不满意。只能说生意终归是生意。现在球鞋文化方兴未艾，然而大多数球员的合约通常只有几年期限，在整个 NBA 历史中，只有6位球员获得了终身合同。在这些品牌中，耐克无疑是 NBA 最大的赞助商。只要你是耐克旗下的球星，就能够享受到联盟甚至美国国家队的特殊待遇，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很多球员在成名后首选的品牌往往是耐克，许多球员的目标就是成为耐克的代言人。尽管耐克签下了众多 NBA 球员，但真正获得终身合同的只有3位，即便像科比这样的巨星，也未能在生前获得耐克的终身合同。那么这3位签下终身合同的球员究竟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先来看看 NBA 历史上那些与非耐克球鞋品牌签下终身合同的球员。第一位是阿伦·艾弗森，艾弗森的最高年收入达到了700万美元，他代言的品牌是锐步。作为1996年 NBA 选秀的状元，艾弗森加盟了费城76人队。同年，他的巨大潜力就被锐步公司看中，随即与他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合同。合同的附加条件是他必须连续3年入选全明星。艾弗森在随后的赛季中展现了卓越的实力，并且连续7年成为全明星首发球员。最令人记忆犹新的便是他签名的问题与答案系列球鞋，这款球鞋成为了一代球迷的珍贵回忆。然而艾弗森的这份合同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廉价的终身合同之一。1996年刚进入联盟的艾弗森与锐步签下了一份10年5000万美元的合同。锐步随后推出的答案系列球鞋风靡全球，为了留住艾弗森，锐步在2002年将合同升级为终身合同，但合同中仅增加了200万美元的年薪，没有任何股份或分红激励。尤其是在2006年锐步被阿迪达斯收购后，答案系列逐渐被冷落，这也是艾弗森在退役后曾一度面临财务危机的原因之一。第二位是特雷西·麦克格雷迪，麦迪的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000万美元，他代言的品牌是阿迪达斯。麦迪在2002年和2003年打出了职业生涯最辉煌的表现，阿迪达斯为留住这位未来巨星，决定与他签下一份终身合同。
麦迪系列球鞋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签名鞋之一。这份终身合同也间接引发了科比的不满，并促使科比后来选择离开阿迪达斯。尽管当时科比的合同是5年4500万美元，而姚明与锐步的合同是7年5000万美元，表面上看麦迪1年500万美元的基本广告费并不算多，但这份合同中最关键的是利润分红部分。Team Max 系列球鞋为阿迪达斯赚取了大量利润，虽然具体分红比例未公开，但广告费总额过千万是肯定的。此外，终身合同中的基本广告费仅在球员现役期间有效，而利润分红部分则可以终身享受。2015年，麦迪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他并不缺钱，因为他在阿迪达斯还有一份大合同，这指的正是年度利润分红部分。第3位是德怀恩·韦德，韦德的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000万美元，他代言的品牌是中国的李宁。作为2003年白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德在职业生涯中帮助迈阿密热火队3次夺得 NBA 总冠军。韦德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这也是李宁愿意为他提供长期合同的关键原因之一。韦德最初签约的球鞋品牌是匡威和乔丹品牌，但在合同到期后，李宁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份10年价值1亿美元的代言合同，双方合作愉快，因此在2018年，李宁与韦德签下了一份终身合同。即便如今韦德已经退役，李宁依然在坚持推出韦德系列的新款球员，而韦德也通过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代言人。除了每年1000万美元的基本广告费外，韦德还获得了一些股权激励，因此韦德的总收入肯定超越了麦迪。那么有哪些球员获得了耐克的终身合同呢？第一位自然是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迈克尔·乔丹是耐克签下的第一位终身合同球员，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乔丹的职业生涯，更彻底改变了耐克公司的命运。1983年时，耐克还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当年的总销售额只有370万美元。然而，仅仅2年后，在1985年，耐克的销售额飙升到了惊人的1.26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增长与乔丹的加入密不可分。乔丹与耐克签下的第一份合同为期5年，价值250万美元。然而，耐克在这份合同中增加了几个难度极高的附加条件：一、获得最佳新秀或在生涯前3年入选全明星；2、生涯前3年至少有一个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0分；3、在3年内球鞋的销售额必须达到400万美元以上。如果乔丹无法完成这些条件，合同将自动解除。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这些条款可能极其苛刻，但乔丹在新秀赛季就轻松完成了这些目标。他在新秀赛季场均贡献28.2分、6.5个篮板和5.9次助攻，并毫无悬念地获得了最佳新秀的称号。在乔丹的带动下，耐克的球鞋销量在短短3个月内就达到了惊人的7000万美元，直接将耐克推上了一线运动品牌的行列。有了与阿迪达斯、锐步、匡威等巨头抗衡的实力。1988年，经过多轮谈判，耐克做出了最大诚意，将乔丹的合同升级为终身合同，并给他 4.5% 的公司股份。此外，耐克还专门为乔丹设计了飞人标志，以取代之前的耐克钩子标志。这一决策不仅提升了耐克品牌的形象，还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耐克和乔丹合作的深入，乔丹所持有的 4.5% 股份开始影响到耐克集团的决策和经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耐克决定将旗下的 AJ 系列单独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品牌，而乔丹则从耐克的 4.5% 股份转化为 AJ 公司每年利润的 66.67% 分红权。如今耐克的市值高达1700亿美元，以此计算，乔丹当初的 4.5% 股份可能价值80亿美元甚至更多。作为对比，2022年乔丹从 AJ 品牌获得了高达 2.56 亿美元的分红收入，这也意味着即使乔丹早已离开球场，他仍然能够轻松年入亿万。毫无疑问，耐克能够在今天成为全球体育运动品牌的龙头企业，乔丹功不可没。乔丹在进入 NBA 之前，阿迪达斯、锐步、匡威等品牌都曾为他提供比耐克更丰厚的合同报价，但乔丹选择了耐克，这一决定改变了一切。他不仅成为耐克的代言人，也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他的成功带动了耐克的飞速发展，并促成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终身合同。第2位获得耐克终身合同的球员勒布朗·詹姆斯。
勒布朗·詹姆斯是继迈克尔·乔丹之后，耐克再次进行的一次豪赌，目标直指这位天赋异禀的篮球新星。2003年，当时还未进入 NBA 的詹姆斯就已经成为全美瞩目的焦点，耐克也迅速出手，以一份7年8700万美元的天价代言合同抢先签下了他。这份合同的金额远超当时联盟中其他炙手可热的超级巨星，如科比·布莱恩特、阿伦·艾弗森和特雷西·麦克格雷迪的年薪水平，足以看出耐克对詹姆斯的重视和信任。詹姆斯在进入 NBA 后的表现没有辜负耐克的期待，他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10几年如一日的稳定和出色，更凭借场内外的完美形象和出色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正是由于詹姆斯的卓越表现和持续的商业价值，耐克在2015年圣诞节前夕与詹姆斯签下了一份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终身代言合同。这一合同也标志着詹姆斯成为继乔丹之后第2位获得耐克终身合同的 NBA 球员。詹姆斯的签名球鞋系列也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销量和影响力远超其他签约球员。耐克不仅在合同上给予詹姆斯极大的诚意，还在实际行动中展示了对这位超级巨星的高度重视，为他建造了一座以詹姆斯命名的大楼。这座大楼成为了耐克公司总部的一部分，也是对詹姆斯在耐克品牌发展中的巨大贡献的认可。第3位获得耐克终身合同的球员凯文·杜兰特。凯文·杜兰特以其无可争议的篮球天赋一直是耐克重点关注和支持的对象。2023年，耐克宣布与杜兰特签订了一份终身合同，使他成为继迈克尔·乔丹和勒布朗·詹姆斯之后第3位获得这一殊荣的 NBA 球员。尽管合同的具体金额尚未公开，但业内人士估计其价值至少在40亿美元左右，进一步彰显了杜兰特在全球篮球界和商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杜兰特现年34岁，这是他在 NBA 征战的第15个赛季，期间他13次入选全明星，早已确立了自己作为顶级球员的地位。他与耐克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杜兰特作为西雅图超音速的新秀，签下了他的第一份代言合同。从那时起，杜兰特与耐克一同推出了15款签名球鞋，深受球迷和市场的欢迎。如今第16款杜兰特球鞋即将面世，继续延续着这段成功的合作关系。杜兰特与耐克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球鞋领域，耐克也积极支持杜兰特在慈善事业上的承诺，通过他的基金会开展草根篮球活动，帮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来。杜兰特对此表示，能够与耐克一生相伴是我莫大的荣幸。当我第一次与耐克签约时，我无法想象我们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能走多远。我们在创新和慈善方面都做得非常棒，我们一起走遍世界，建立了可持续发展下去的产业。我对未来感到兴奋，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这种罕见交易的伙伴。耐克全球体育营销执行副总裁约翰·斯拉什在谈到这份终身合同时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之一，凯文·杜兰特在过去的16年里一直都是耐克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为新一代的运动员提供服务。从双方的言论来看，这笔合作的诚意和前景无疑非常值得期待。谈到运动品牌与球星的合作，我们不得不提到斯蒂芬·库里和安德玛之间的故事。2013年，库里在与耐克的谈判中受到了冷遇和轻视，当时耐克明确表示库里只能获得2级代言合同，这让库里倍感失望。最终，库里做出了一个改变其职业生涯和运动品牌市场格局的重要决定，转投安德玛。安德玛为库里提供了一份年薪400万美元的合同，尽管数额并不算惊人，但库里看到这个品牌的潜力和对他个人发展的重视。事实证明，库里的决定和安德玛的投资非常成功。在库里加盟安德玛之前，该品牌的年营收仅为23.3亿美元。然而，随着库里在 NBA 赛场上大放异彩，特别是在三分球领域的统治地位，安德玛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到2021年，安德玛的年营收已经飙升至57亿美元，增幅高达 144.6%。 基于库里对品牌发展的巨大贡献，安德玛在2023来的还高。今天阿斌就带大家盘点几则经典的球星广告。乔丹也有搞怪的一面，网球双核场外连线，奥尼尔吓坏所有女生，詹姆斯带坏年轻人，库里房内传出动情喊声。昔日快艇竟然是这样的空接之城。看过球技看演技，欢迎收看球星广告。乔丹在一家体验机构，面对一名女士向上的右手，他无奈地摘下了所有的总冠军戒指，然后汇报了今日的行程。在测量体温的时候，显示的数值是23华氏度，可以，这很乔丹。随后，一名医生又拿过了飞人的 X 光胶片，成像上的巨掌还覆盖了整个篮球，是真的做到了人球合一，形影不离。
而当这名医生听乔丹心跳的时候，耳畔传来的是篮球拍打地板的声音，铿锵有力，非常清晰。可能这些对于其他人而言不是健康现象，但对于乔丹来说十分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则广告也是在宣传在线寻找最适合你的医师，讲求的是提供私人定制的服务，他们会是最了解你身体的人。当然，你别联想到其他什么画面哈，那只是电影小说情节。穿护士装的不一定是护士，但你的身体永远是你的身体，记得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哦。在一个实况转播间，一个帅帅的背影坐在了屏幕前，莫非是他？镜头切换到一座大楼楼顶，几个人同一方向走去。最早出镜的是一个白人小哥，看样子是路人甲，然后转头的一个黑人，有点像勒布朗，但不是。而另一个人的外形告诉观众，主角就是詹姆斯·哈登。这会是一则什么广告呢？只见身穿火箭球衣的大胡子戴着无线耳机，给眼睛蒙上了一块黑布，手持篮球与身前2名球员呈交锋之势。这是要1挑2的节奏啊！阿宾当然相信哈登的实力，但是如今他眼前一片漆黑，会有胜算吗？而哈登表示：“你们一起上吧，我哈某人何惧？”此时，镜头切回到转播间，果然那个帅哥就是杜兰特，他和哈登通过耳机成功连线。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启 2K 模式。哈登作为球员，杜兰特作为指挥者，不是手动键盘，而是进行声控。杜兰特引导哈登进攻，哈登根据指示进行单打。最终，大胡子以一记漂亮的扣篮完成终结。幕后的阿杜也露出了温暖纯真的笑容。看完你也明白了，其实这是一则关于耳机的广告。通过2人的连线，体现出了耳机的实时性，而且打球是有杂音的，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指令，说明耳机降噪功能很强。相信哈登去夜店的时候带上它，再也不用担心错过信息了。上面的广告篮球元素很明显，而接下来这个绝对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压根就没什么关联。当一个男士在超市的货架上翻找商品时，外盒上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样子映入眼帘。哦，是奥胖。虽然退役多时，但他凭借多年积累的人气以及 TNT 的幽默输出，依旧是商家竞相合作的对象。让我们来看看大家伙这次又代言了什么产品。Oh my god！ 没眼看，居然是一款验孕棒。奥尼尔探索生命的起源，如果设计一句广告语，是不是可以叫做沙克也干了？想象一下，原本就怀着忐忑的心进行测试的女孩，看到奥尼尔作为形象代言人的这个玩意儿2条杠杠见红之后会是什么反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喝饱了尿的奥尼尔一定会被丢在装着卫生纸的垃圾桶里。如果让上面那个产品显示出生命的痕迹，说明那个男人的射术比奥尼尔罚球更准。而真正以射术著称的那个男人库里，则让网坛一姐大呼过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一层办公楼，库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房间休息。打开门，小威廉姆斯居然也在里面。他正打着电话示意库里小声。蒙神百般无聊，发现一乒乓球拍和乒乓球，随即将球颠了起来，然后约战小威。后者也是欣然接受挑战。他们进行了多个对拍，进行热身，寻找状态。哪知库里突然一个扣球，让小威始料未及。小伙子，虽然这是 table tennis， 但你也别忘了他的第2个单词。于是2人拉开架势进行大战。显然库里不是小威的对手，被他骑在了身上，当然指的是势头。他们在多回合较量中还碰坏了房间东西，2人都向工作人员进行转账。门外的小伙子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款项，为了不耽误2人好事，他只能在屋外等候。而当他最后敲门进去的时候，留给房间的东西真的不多了。移动支付，你也来一盘。你会和朋友一起看球吗？阿宾回想起学生时期寝室里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手机前看球的场景，感觉真的是无限美好。而接下来的视频当中，这个黑人小伙似乎在上科学课，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詹姆斯的集锦，他偷偷拿着手机在看，而此时詹姆斯居然凭空出现在他身旁，并大声嚷嚷。这个憨憨能有什么坏心眼啊？无非是舍不得用流量蹭蹭这个小伙子的手机罢了。而就像电影《开心鬼装鬼》一样，詹姆斯只有这个小伙能看见，别人是看不到的。就这样，小伙和偶像一起看球。身后的老师也聚精会神盯着小伙，最后没收了他的手机。你节约的是1点流量，而我损失的是一台手机啊！这则广告呼吁大家快来办这个流量套餐吧，让詹姆斯也看得起球。哈哈。詹姆斯真是宝藏球员，口也能成广告梗。学生上课看球属于不务正业，
那原本说好去训练的球员，结果来餐厅吃饭，算不算欺骗？小乔丹在一家餐厅与对面的格里芬不期而遇，原本后者是说要去训练的，对此格里芬也是一脸尴尬，眼前的食物瞬间就不香了。镜头对准桌上的手机，此时来了视频邀请，之后呈现的是2瓶果酱的对话，以此来代指这对内线组合的互动，其中的内容让人啼笑皆非。这则广告实际上是在介绍谷歌视频通话软件 Duo， 对比苹果手机自带的 FaceTime 功能，它的用户门槛更低，受众度广。你有试过吗？看过小乔丹，再回顾老乔丹，飞人的经典广告实在是太多了。在一个球馆，有个人在场上练习，怎么有点鸟里鸟气的？此时，乔丹拿着一袋东西来到了场边的座椅，然后场上的那只大鸟就盯上了乔丹的午餐。他提出赌约，谁先投丢就把食物给对方吃。很显然，他已经盯上了飞人的巨无霸。对于乔丹，大家都懂得逢赌必输。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投篮大赛展开帷幕。他们的姿势花样百出，球的轨迹天马行空，两人手感爆表。都是怎么投怎么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发展到最后，光是介绍篮球的运动轨迹就要用上一连串的描述。巨无霸表示：“你们还吃不吃了？虽然我早就凉凉。”未完待续，1年之后，两人的投篮较量已经环游世界，而且还发展到海陆空多个层次维度，甚至到达了宇宙级别。只是可怜的巴克利多次想要参加，都被无情拒绝。就像92年的梦之队一样，没有冠军的人没有话语权。这个广告的经典之处，就是把大鸟和乔丹的好胜心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为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可以争得这么激烈，也说明产品极强的吸引力。尽管阿宾一直觉得 Big Mac 一点都不好吃，乔丹代言的广告都很有意思，而代言乔丹的广告同样别出心裁。记者采访格里芬和保罗，问前者他的这位搭档场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格里芬一本正经地回答道：速度。比赛中的保罗闪展腾挪，而赛场外的保罗慢到没边。如何体现呢？傻芬描述了一个场景，当他来训练的时候，看到了身后的保罗，并与之打了招呼，而保罗则叫住了格里芬，希望对方等一等，两人一起进去。可是保罗的步子实在是太慢，简直就是比安德森还更加人类蠕动精华，没有几十年脑血栓后遗症是绝对走不出这个魔鬼的步伐。在等待保罗走近的过程中，格里芬的耐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究其保罗步履蹒跚的原因，原来是乔丹鞋作祟。控卫之神穿着专属战靴，可以让他在场上快马加鞭，但是脱下之后却久久不能适应，因为这鞋子太有魔力了。广告很有创意，成功将阿宾劝退。上述广告是不是很有美式幽默？除此之外，你还看过哪些经典的球星广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是阿宾，我们下期再见。